我和哥哥正走在街上，一个网红带着他的拍摄团队突然把镜头对到了他面前。恭喜你，帅哥！你被随机选中成为我的幸运路人。他欢快地说：“100块，给我当3天仆人。”不等回答，他就命令团队给他系上围裙和手套，把一桶装满抹布的水塞到他手里。你的第一个任务是给公主擦鞋。我从没见过我哥这么狼狈可笑的样子。我正憋着笑，突然注意到他太阳穴上危险跳动的青筋。糟了！华尔街之狼发怒了，连他怯生生的助理都感觉到了，紧张地扯了扯我的袖子，小声说：“我们在直播。她是万斯家族的千金，你知道的，本城首富文森特·万斯唯一的女儿。得罪她，你们就别想在纽约混了。等等，她是万斯家的千金，那我们又是谁？”我拨通了爸爸的电话。喂，老爸，你是不是偷偷把我哥从家族户口本上除名了？你是不是终于决定把全部家产都给我了？我哥卢西恩·万斯是跨国企业的亿万富豪 CEO， 人称华尔街之狼，让老牌金融家都闻风丧胆。而现在，他戴着粉色橡胶手套，拎着一个肮脏的塑料桶，里面飘着2块发黑的抹布。那个网红正对着直播镜头咯咯直笑。嘿，宝贝们，看看今天的幸运儿！聊天区炸开了锅。天啊，女王霸气！这男的帅炸了，但还不是得当他的奴隶。我哥深吸了一口气，让他擦鞋，在大街上。小姐，他的声音低沉。我从未同意玩这种幼稚的游戏。滚开！他丢下水桶。脏水溅到了网红的白鞋上。啊！他尖叫着跳开。你瞎了吗？你赔得起我的鞋吗？限量版的。他的2个保镖立刻围了上来，粗暴地推搡我哥。跟大小姐说话注意点。你知不知道万斯家在这座城市意味着什么？没人能对万斯家的人说不。我哥踉跄了一步，眼神变得骇人的阴沉。我的笑意消失了。看他出糗虽然有趣，但如果这女孩再得寸进尺，事情就要变得非常非常糟糕了。那个助理一定也感觉到了杀气，他颤抖着拽了拽我的袖子。小姐，拜托，就道个歉吧，他小声说，声音发颤。她真的是万斯千金，万斯老先生捧在手心里的独生女。上周有个男的顶了她一句，第2天就被炒了，整个行业都把她拉黑了。我挑了挑眉，打量着眼前这个傲慢的女人。万斯家的千金，爸爸的宝贝小女儿。我迅速在手机上打开了她的直播，网红的昵称显示着刘露娜。我差点笑出声。就这，一丝冰冷的讥笑浮现在我哥嘴角。他慢慢扯下粉色手套，甩在刘露娜脸上。啪！清脆的声音在突然的寂静中格外刺耳。万斯家的千金，我哥的语气满是嘲讽。真有趣，我怎么不记得我父亲有品味如此令人怀疑的女儿？刘露娜愣在原地，被手套打脸让她懵了。几秒钟后，她发出一声刺耳的尖叫。你敢打我？你竟敢打我！你知道我是谁吗？她转向镜头，眼泪哗哗地流，奥斯卡级别的演技。你们都看到了吧？是他先动手打我的。直播瞬间爆炸，屏幕上充满了辱骂我哥的话。打他？他以为自己是谁，竟敢碰我们的公主？叫警察！抓他！被网上的怒火壮了胆，刘露娜气焰更盛。她指着我哥的鼻子：“你给我听好了，不跪下把我的鞋舔干净，再磕3个头道歉，你们俩今天别想离开这条街。”他的保镖捏着拳头，准备动手。就在我哥要动的时候，我迅速挡在他前面，拦住了他的胳膊。别误会，我不是担心他，我是怕他一拳把他送进 ICU， 那我们就得打官司了。等等，我喊道，拿出手机。既然你是万斯家的千金，那我们现在就来核实一下。我打开了免提，屏幕上显示的联络人名是老爸。电话响了2声。
宝贝，老爸洪亮的声音从扬声器里传出来。这个点给你老爹打电话，零花钱不够了。我刚给你账户赚了200万，去买点喜欢的东西。正是纽约首富文森特·万斯的声音。我哥的脸黑了，我清了清嗓子，大声说道：老爸，问你个事，你是不是背着我们在外面有私生女了？什么？老爸听起来完全懵了。宝贝，你说什么呢？你妈妈和你小姨是我这辈子唯一的女人，我用性命发誓。我瞥了一眼刘露娜，她现在的脸已经惨白。我又补了一刀。那就怪了，我面前站着一位刘露娜，自称是独一无二的万斯千金，说你是她亲爱的爸爸，她要我哥给她当仆人，还说我们在这座城市混不下去。足足沉默了有3秒钟，然后老爸那冰冷危险的轻笑从听筒里传来。有人冒充我女儿，还骚扰露西恩，有点意思。我马上查。你们在哪儿？回家来，别再在那疯子身上浪费1秒钟。我挂了电话，对刘露娜甜甜一笑。听到了吗，万斯小姐？刘露娜的脸色由绿转白，精彩纷呈。她眼中闪过一丝恐慌，但很快被贪婪和绝望取代。她扬起下巴，对着镜头冷笑：切，装什么？随便找个老头假打电话，谁不会？你以为我怕这个？我无语了。我以为这种白痴只存在于狗血网文里，看来我错了。见我不说话，他误以为是害怕了。他得意地撩了下头发，目光毫不掩饰地在我哥身上爬行，充满了赤裸的贪婪。卢西恩只穿了件简单的白衬衫，现在沾了污渍，但那宽肩、窄腰、长腿，还有那万年不变的冰山脸，确实是人间绝色。刘露娜竟然咽了下口水，眼神变得下流。喂，帅哥！他伸出手瞄向他的胸膛。我刚才有点过分了，是不是？这样，乖乖给我当私人助理。那100块只是小费。跟着我，超跑、豪宅，要什么有什么。他的手指离他的衬衫扣子只有几寸。别碰我！我哥像避开什么脏东西一样后退一步，声音充满了厌恶。你脏！这一个词彻底击碎了刘露娜最后一丝镇定。你个给脸不要脸的下贱东西！他疯狂地挥舞着手臂。给我上！既然他不识抬举，就教教他规矩。把他们俩都按住！我直播没结束，谁也别想走。2个保镖扑了上来。住手！那个小助理琪琪突然冲过来，张开双臂挡在我们面前，眼里含着泪。露娜姐，别这样。他们看起来不像一般人，万一我们惹上大麻烦。啪！刘露娜反手就给了琪琪一记响亮的耳光。吃里扒外的小贱人，我花钱是让你听话，不是让你质疑我。滚开！琪琪摔在地上，嘴角渗血，捂着脸，却还对我们喊道：快跑！你们快跑！你们斗不过他的。那一巴掌让我瞬间火冒3丈。我爱看笑话不假，但我讨厌看好人被欺负，尤其在我眼前。我哥的眼神彻底变了，最后一丝人气也消失了。他平静地解开袖扣，将衬衫袖子挽到手肘，露出肌肉线条流畅的小臂。索菲亚，他瞥了我一眼，声音平静得可怕。退后！我知道有人要倒大霉了。别打死，行吗哥？留口气给老爸处理。我甜甜地说，向后退了2步，把哭泣的琪琪扶了起来。2个保镖显然低估了我哥，他们狞笑着扑了上来。下一秒，砰砰，2声闷响，甚至没人看清他怎么动的。2个身高超过1.8米的壮汉像破布娃娃一样飞了出去，砸在路边的垃圾桶上，呻吟着爬不起来了。我哥掸了掸袖子上并不存在的灰尘，一步步朝已经吓呆的刘露娜走去。他低头看着他，像在看一只虫子。你刚才说要教我规矩？刘露娜惊恐地向后爬，鞋跟一崴，她狼狈的一屁股坐倒在地。你别过来！杀人了！救命啊！她对着镜头尖叫。
快报警！他是疯子！直播间的聊天区彻底疯了，有人叫好，也有人骂我哥是暴力狂。我哥蹲下身，修长的手指捏住刘露娜的下巴，强迫她抬头。万思家确实有规矩，他的声音比冰还冷。但万思家的规矩是，没人能对我下命令，谁都不行，除了我妹妹。还有，他一脸嫌恶地松开她的脸，掏出手帕仔细擦了擦手指，然后扔在她脸上。冒充万思家的人，你觉得你的命值这个价吗？刘露娜在他的目光下剧烈颤抖，眼泪鼻涕弄花了精致的妆容，像个可怜的小丑。但他是混迹网红圈的老手了，他的韧性非同一般。最初的恐惧过后，他意识到这是赚取同情的绝佳机会。他扑倒在人行道上，对着镜头嚎啕大哭：我活不下去了，我只是在拍视频做内容，我是万思家的千金，我从小娇生惯养，从没受过这种委屈。你们这些野蛮人以为能打就能欺负女人吗？我爸爸会弄死你们的，全网都会封杀你们。